在一堂艺术公开课上，授课的老师说，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的全部储备，也买不下现在大都会的所有收藏。如果用货币来计量，可能是真的；如果超越物质考量，在大都会确实能给我们带来触动内心的东西。先讲3个故事。1963年2月7号，冒着零下10几度的低温，人们早早在大都会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这天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华盛顿展出之后移师纽约。此前，当卢浮宫的馆员听说法国文化部决定让蒙娜丽莎出境展览，甚至以辞职来反对。参观者人挨人，伴随着馆员请不要停留，请不要停留的提醒，缓步前进。在严密的保安监督下，来到防弹玻璃罩前，片刻停留。虽然队伍排出了几个街区，每天都有参观者看完一遍再重新排队。为照顾在校学生，大都会每天提前1小时开馆，作为学生专场时间。为此，全馆人员轮流排班接待。在纽约展览的26天中，共有107万人前来参观，平均每天达4万多人。有位馆员回忆，他曾想替一位很疲倦的男士抱一下他怀中的孩子，好让这位父亲稍微放松地看看画，但那位先生断然拒绝，并且说，不，我是想让孩子看，以后告诉他曾经亲眼见过真的蒙娜丽莎。第2个故事和蒙娜丽莎也有关系。1832年，一位留学法国学习美术的美国画家每天跑到卢浮宫，他从宫中1300多幅藏品中挑选了22位大师的39幅作品，将它们缩小临摹在一幅大画中，并取名卢浮宫画廊。画家精心临摹了包括达芬奇、拉斐尔、提香、鲁本斯、伦勃朗等等大师的作品，其中当然包括蒙娜丽莎。画家花了近2年时间，赶在1833年夏卢浮宫闭馆前完成。为抢时间，在馆里，画家只画画面，画框和画中添加的人物都是后来补上。1883年10月，画家带着这幅巨作回到纽约，并在百老汇一家书店展出，轰动一时。评论家称，那些伟大的名字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新作，它们光辉闪耀。还有评论称，我们真得祝贺国家能拥有这样美轮美奂的画作。在看到这幅作品之前，我们对历史上的大师没有任何概念。卢浮宫画廊的作者就是后来摩斯电码和电报机的发明者塞缪尔·摩尔斯。摩尔斯曾在纽约上州库珀小镇的海蒂庄园做客，并将卢浮宫画廊卖给了庄园主人。后来这幅画又几经转手，目前被一家基金会收藏。在庄园原来挂画的地方，现在有件复制品。大都会博物馆其实是2处展馆，主要建筑在第5大道，另一处是北边哈特逊河边的修道院分馆。1930年代，欧洲有很多修道院和教堂年久失修，很多文物爱好者和商人搜集了大量物件，需要地方保存。大都会决定为此专门修建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建筑，来安置这些文物。项目引起了小洛克菲勒的兴趣，表示考虑。主持项目的馆员罗里莫为了获得小洛克菲勒的支持，请电影厂的布景师将一座中世纪庭院的蓝图搭成了实际比例模型。结果，即使当时是30年代大萧条时期，小洛克菲勒仍然慷慨地捐助了中世纪馆的用地和修建费用。罗里莫回忆，有天早晨，他到小洛克菲勒的宅邸讨论修建事宜，事毕，小洛克菲勒拿出封信，说本来是要寄给你，既然人来了，就直接交给你吧。罗里莫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信封上2分钱的邮票是刚刚被接走的，而监管的费用
因追求完美一直在追加，小洛克菲勒却从来没有含糊过。1869年，在筹建大都会博物馆的聚会上，博物馆董事会董事约瑟夫说：“疯狂的华尔街将所有卑鄙的东西都转化成黄金，而我们的野心更大，我们将黄金变成生动的美好事物，并让所有人欣赏千年。”150多年后，这个目标达到了。上面3个故事想说的就是真、美和善3个人们一直追求的美好事物，都能在大都会博物馆找到。